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心4》啊。在上一集里面，我们成功推行了教育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业现代化，而教育现代化又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达到标准，暂时还推行不了，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进行科技现代化。尽管拥有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人力和资源，但我们不能妄想仅凭这点就和日本以及其他对手相提并论。我们在科学技术和工业标准上仍然相去甚远。如果要想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长久以来，我们的宗主国日本为确保我们的技术和进步远远落后他们而不择手段，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也有许多年轻的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对他们当前的处境和未来感到沮丧。只要稍加劝说，也许他们就可以为我们效劳。数代人以来，中国人的办公室里只有钢笔划过纸张的声音，而日本的官僚主义却是敲打键盘的声音。是时候顺应时代了，我们要改变办公节奏，推动电子化办公。想必日本方面应该不会介意我们提高办公效率吧？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工人将从农田走入工厂。如果要规划农业人口减少带来的农业危机，就必须用先进的技术代替过去的农具。这是一次好机会，我们不仅能检验本国工业的发展成果，也可以验证我们引入改造外国设备的能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现代农业设备，我们必须改进操作它们的方式。没有人质疑我们科研人员攻克一层层技术难关时做出的努力，但现在他们中有不少人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而不是投入到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之中。现在是时候为我国的科研团队注入一些新鲜血液了。不好了，云南出现了一个很恐怖的人。在很早很早以前，龙云是云南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在云南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无可比拟，他对旧中华民国的忠诚无比坚定。但侵略者的铁蹄粉碎了旧中华民国的旧秩序，也粉碎了他心中的倔强。战争的结束敲响了他屈服的钟声，但在此之前，他把权力交给了他的表弟，而龙云本身德高望重，不可能被赶出权力层，只能让他退而求其次，在新政府中担任二把手。他的表弟和他不同，他上台后马上就看出了我们新体制的优越性，因而也和我们一样，越来越多的开始改革。尽管有消息称这些改革加剧了云南的剥削和紧张关系，但流向我们钢铁厂源源不断的资金、物资和最重要的忠心，为我们5个现代化的完成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们可能还需要10年才能完成工业独立。但世事无常，不知道云南出了什么事情，龙云这个人，这条疯狗又回来了。我们的支持者已经被埋葬在一场令人震惊的政变之中了。现在龙云宣誓忠于过去的幽灵，宣扬要对汉奸们复仇，可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叛徒。他会不择手段地伤害我们的人民，破坏我们的现代化，毁坏我们共同的祖国，就因为他那莫名其妙的妄想。而我们中国真正的守护者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把他压下去。现在国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常规的国策推行已经无法进行了，必须先解决紧急情况，然后我们才能继续改革。疯狗龙云控制了云南，这对我们来说真不算个好消息。有不少农民听信了他对我们政府的污蔑和对我们日本盟友的攻击，就选择投奔这位所谓的云南王而去。如果我们坐视不理，他颠覆中国的气焰只会越来越嚣张。如果我们要想成功平息这次暴动，恢复乡村的安定和秩序，并避免中国再次陷入战火，就要尽快下定行动的决心。四川这远离中国沿海、人口又密集的历史中心，这个人们口中的天府之国，目前正处于混乱之中。即使是日本人也无法完全消灭当地的游击队，还造成了进一步的冲突。所以直到今天，这里都依然处于权力真空之中。我们应该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四川问题，迅速的行动将使四川加入我们，而举棋不定只会让龙云获得打击我们的机会。所有人都认为四川的冲突会变成全面内战的序幕，而只有命运才知道谁会赢下这一局。战事一触即发，四川和西南边境的战士们必须做好应战准备。光是步枪在手，子弹上膛是不够的，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说实话，我们从未想过局势会演变成现在这样。正当我们复兴中华的现代化进程步入正轨时，我们却不得不做出些许牺牲。政府中不少人把时间浪费在谈判上，但总统明白是时候准备战争了。
因为在外交上每耽误1分钟都会影响我们强化战备，没必要让海对岸的朋友们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我们能独自处理1-2个躁动不安的省份，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向东京方面告知此事，让他们把目光转向我们，见证我们即将取得的胜利，认清我们的实力。云南将会成为我们向世界展示气魄的舞台。龙云的抗日远征军迫使我们重启征兵政策，我们会保证军队有足够多的人手可用。扩大征兵无疑会成为我们敌人用来反对我们的宣传工具，但在把他们解决掉之后，我们的政府就不会再有敌人了。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游击队确实打不过正规军。就目前形势来看，支持输家毫无意义。四川已经宣布支持南京的中央政府，四川同胞们，欢迎你们！龙云或许自称云南王，但他从未真正独揽大权，毕竟他的一些下属是理智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一群理智的人要跟着一个疯子倒行逆施，走向不可避免的末日呢？一些白痴还在赞美龙云为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他叛乱的对象是中国，而非什么日本人的马前卒。他们不过是为一个军阀的野心献出生命罢了。他们和为解放中国这样的理想主义而死没有半点关系。我们从战后废墟中建立的中国才是那自由的中国，一个终于从暴动、军阀统治和连年战争中解放出来的中国。龙云已经拒绝了我们的最后通牒，每一个叛匪都得死，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抹除，他们不会成为烈士，任何把他们奉为烈士之人都会陪着他们一起上路。他们不会赢，他们不能赢，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之事，叛匪们只能朝着死亡的深渊大步前进。我们会打败每一个反抗者。到了1966年6月9日，战争已经开始，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这场仗打得究竟会怎么样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到了1966年12月24日，我们成功平定了西部叛乱。但是游戏进行到这里呢，我的游戏崩溃了好几次啊，我怕出现什么意外啊，导致这个录像又损坏了什么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集也就先到这儿吧。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